那段日子里，我几乎把困难2个字贴在额头上。计划卡住是困难，关系疏离是困难，情绪反复也是困难。我习惯在事情发生的第一秒就为它们命名。这很麻烦，这很棘手，这很糟糕。当我这样定义时，身体也跟着收缩，肩膀紧起来，呼吸变浅，思绪开始搜寻最坏的结果。困难于是变成一座山。我站在山脚，已经开始疲惫。直到某一次，我真的走不动了。我看着那座山，突然产生一个念头：如果这不是阻碍，而是提醒呢？这个问题很轻，却像打开一扇窗。我没有立刻否认困难的存在，只是换了一个角度。如果计划卡住，是在提醒我调整方向；如果关系疏离，是在让我看见界限；如果情绪反复，是在邀请我更诚实。当我开始这样看，山的形状变了。它不再是敌人，而像一条需要攀爬的路。困难没有消失，但它不再带着威胁。我发现很多痛苦来自解读。当我把挑战解读为否定，我会自责；当我把延迟解读为失败，我会焦躁；当我把冲突解读为破裂，我会恐惧。可当我换一个视角，它们开始松动。延迟也许是酝酿，冲突也许是重整，停滞也许是沉淀。世界没有立刻变容易，但我的内在变柔软。我不再急着对抗，不再急着逃离，不再急着证明自己可以跨越。我开始问，这件事要教我什么？那个提问让我从受困者变成学习者。当我不再把自己放在被考验的位置上，我看见自己的成长其实早已在进行。那些曾经让我觉得寸步难行的情境，正在塑造我的稳定。那些逼得我喘不过气的压力，其实在锻炼我的边界与判断。困难不再是惩罚，而像雕刻。它消去不必要的依赖，磨出更清晰的轮廓。现在的我依然会遇到困难，可我不再用同样的眼光看它。当我开始用新的视角看待困难，它便不再是困难。它成为转弯，成为提示，成为成长的入口。而我不再站在山脚恐惧，而是一步一步走在属于自己的路上。那一年，我总觉得自己走在一条没有出口的路上。申请没有回音，合作临时喊停，原本说好的机会突然转向。每一次受阻，都像一道冷硬的墙。我站在墙前，不甘心，也不服气。为什么别人可以顺利通过？为什么我总是卡在这里？为什么努力看起来没有回报？阻碍在我眼里只代表否定，否定我的能力，否定我的选择，否定我想前进的方向。于是我用力去撞，想用更多努力突破，想用更快的行动补救，想用更强的证明换取通行。可越是如此，我越疲惫。直到某一次，我在连续的挫败之后突然安静下来。那是一种近乎放空的停顿。我没有再立刻规划下一步，也没有急着为自己辩解。我只是问了一句不同的问题：如果这个阻碍不是拒绝，而是讯息呢？这个念头让空气变得柔软。我开始回头检视，那次没有成功的合作，其实早已让我隐隐感到压力。那段迟迟无法推进的关系，本就缺少真正的共鸣。那个看似完美的机会，其实与我长远的方向并不一致。阻碍没有说话，但它一直在提醒，只是我太急着跨越，而没有听见。
当我愿意理解每个阻碍都有讯息，我开始停下来倾听。这是在邀请我提升能力吗？是在提示我调整策略吗？还是在保护我远离不适合的路？当我这样看待，墙不再那么冰冷，它像一个转弯的标志，不是告诉我结束，而是告诉我改道。我开始学会等待，等待情绪退去，等待视角改变，等待更清晰的方向浮现。在这样的等待里，我发现一些新的可能。原本以为被拒绝的地方，带我走向更合适的合作。原本以为被延迟的机会，反而让我准备得更完整。原本以为的失败，变成重新定义自己的契机。路没有封闭，只是我曾经只盯着一个出口。当我愿意理解每个阻碍都有讯息，路便不再封闭。它可能绕远，可能需要耐心，可能暂时看不见终点，但它仍然存在。现在的我依然会遇到阻碍，但我不再用力撞墙。我会靠近它，读懂它，听见它想说什么。因为我知道，每一次看似的阻挡，其实都在替我指向更适合的方向。我曾经活在一种无声的戒备里，讯息挽回是不是不被重视？语气冷淡是不是关系变质？机会延迟是不是注定失败？事情还没有真正发生，我已经在心里写好了最坏的版本。那是一种很隐微的恐惧，它不像剧烈的崩溃，而像持续的紧绷。我总在预防失去，预防背叛，预防意外，仿佛只要我先想好最坏的结局，真正发生时就不会那么痛。可这样的预防让我错过了很多温柔的可能。我把中性的沉默解读成冷淡，把短暂的延迟解读成拒绝，把一次挫败解读成整体的否定。现实本来只是流动，却在我的恐惧里变成威胁。直到某一天，我在一场误会中看见自己的模式。我已经在脑海里排演分离的场景，而对方只是忙碌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也许不是世界残酷，而是我用恐惧替它上色。这个觉察让我停下来。下一次不安升起时，我没有立刻相信它。我问自己，这是事实还是猜测？这个问题像一束光，它让我从剧本里走出来。我开始练习给事情更多空白。对方沉默不一定是远离，延迟发生不一定是终止，冲突出现不一定是破裂。当我停止用恐惧解读现实，我的身体也开始放松，呼吸变深，肩膀放下，心不再时刻准备战斗。而奇妙的是，现实的样子也改变了。关系里多了理解，对话里多了坦诚，转折里多了可能。不是因为世界突然变温柔，而是因为我不再带着武器靠近它。当我用信任看待未知，我看见成长；当我用开放看待变动，我看见机会；当我用善意看待他人，我看见回应。恐惧会收缩，爱会展开。当我停止用恐惧解读现实，现实便以爱展开。它不再是需要对抗的战场，而是一片可以探索的土地。现在的我依然会有不安，但我不再让它决定全部。我会先呼吸，先确认，先给世界一点信任。在那份松开里，我发现，原来很多时候，现实并不是在攻击我，它只是等待我用更温柔的眼光去理解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习惯把决定交给外界，
看别人怎么做，听多数人怎么说，参考那些被认可的路线。我告诉自己，这样比较安全。有数据，有建议，有范例，只要照着走，就不容易出错。可奇怪的是，即使方向看似正确，我却常常感到偏离，心里有一种微小的不对劲，说不上哪里错，却隐隐觉得不是那么贴合。那个声音很小，当我忙碌时，它被盖过；当我焦虑时，它被压下；当我想迎合时，它被忽略。直到某一次，我明明已经得到所有人的认同，却在夜里无法安心入睡。那种不安不是恐惧，而是违背。我终于承认，自己其实早就知道答案，只是我不敢相信。我害怕直觉只是冲动，害怕它不够理性，害怕它让我与众不同。可当我静下来，我发现直觉不是喧哗的，它很安静，不像恐惧那样急促，不像欲望那样高声。它是一种笃定的感觉，像身体轻轻往某个方向倾斜。那一次，我决定尊重它，不是因为有100%的把握，而是因为我不想再忽略自己。当我顺着直觉行动，我并没有立刻得到掌声，甚至有人质疑。可我内心很稳，那种稳不来自外界的肯定，而来自内在的对齐。我开始发现，直觉其实是长期经验的整合，是潜意识替我做的判读，是身体替我感知的讯号。当我开始尊重自己的直觉，我便不再到处询问答案。我会听建议，会搜集资讯，但最后的决定，我回到自己。那种回到自己，让我不再迷路。即使偶尔走错，我也愿意承担，因为那是我选的。现在的我依然会犹豫，但我不再把直觉当成干扰，我会给它空间，在安静里听见，在呼吸里确认，在行动里验证。当我开始尊重自己的直觉，我便成为自己的导航，不再完全依赖外界的路标，不再被他人的方向牵引。我知道自己正在往哪里去，即使道路弯曲，即使风景未知，我依然笃定，因为方向不再在远方，它就在我心里。我曾经很怕走得和别人不一样，当同龄的人有了明确的成就，我会怀疑自己的节奏。当朋友走在看似稳定的道路上，我会质疑自己的选择。当世界给出一种成功的范本，我会偷偷把自己对照。如果我没有照着那条路走，是不是代表我偏离了？这个念头让我不安。于是我开始调整方向，选择看起来更安全的路，追逐看起来更普遍的目标，模仿看起来更被认可的样子。可越是贴近别人的地图，我越感到迷惘。明明前方有路，心里却空。那种空不是失败，而是失去自己。有一天，我在一次深夜的反思里突然明白，也许我之所以迷路，不是因为方向错了，而是因为那根本不是我的路。这个觉察让我安静很久。我开始回头看自己真正渴望的样子，那些曾经被我压下的兴趣，那些被说太理想的念头，那些不那么主流却让我心跳加快的方向。我发现，我其实一直知道自己想往哪里走，只是我不敢承认它和别人不同。当我愿意承认自己的方向是独一无二的，我开始停止比较，不再问为什么别人更快，不再问为什么别人更稳，不再问为什么别人更早抵达，因为我的目的地本来就不是同一个地方。
那一刻，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。我不必再解释自己的选择，不必再合理化自己的步伐，不必再缩小自己的梦。当我承认独特，我也承认了自己的价值。路开始清晰，不是因为外界给了肯定，而是因为我终于与自己对齐。现在的我依然会看见他人的成功，但我不再把它当成衡量自己的标准。我知道我的时间表不同，我的学习曲线不同，我的风景也不同。当我愿意承认自己的方向是独一无二的，我便不再迷路，因为我不再追逐他人的坐标，我走在自己的轨道上，即使偶尔绕远，即使速度不快，我依然笃定，因为这条路不是为了比较而存在，它只是为了让我成为我自己。我曾经把价值绑在表现上，做得好才值得被肯定，说得对才配得上掌声，成果够亮眼才算真正存在。于是我不停证明自己有能力，证明自己够努力，证明自己值得被留下。每一次对话都小心翼翼，每一场表现都全力以赴。我害怕一旦停下，价值就会消失。那种活法很累，因为证明没有终点，达到一个标准还有下一个，得到一次肯定还要维持。我像站在舞台中央，灯光一熄，就担心被遗忘。直到某一天，我在一次沉默里突然看见自己。那是一个没有表现，没有成绩，没有比较的瞬间。我只是坐着，呼吸，存在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意识到，即使没有任何成就加持，我仍然存在。而这份存在本身就是真实。这个念头很轻，却很震撼。如果我什么都不做，我还值得被爱吗？当答案慢慢浮现为是，我的心开始松动。我开始把焦点从表现移回存在，不是不再努力，而是不再把努力当成价值的来源。当我说话，我不再急着展现聪明；当我工作，我不再急着证明能力；当我相处，我不再急着讨好。我只是如实的在。那种安静的在，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稳定。我不再因为一个评价而动摇，不再因为一次失误而怀疑整个自己，因为我的力量不再来自外界的回应，它来自我愿意站在自己的位置上。当我开始以存在本身作为力量，我便不再需要证明，不需要过度解释，不需要过度努力，不需要过度展示。我知道我已经足够，这份足够不是傲慢，而是平静。现在的我依然会追求成长，但那不再是为了填补空缺，而是因为我喜欢扩展。当我不再为了证明而活，我感受到一种柔软的自由。我可以安静，可以犯错，可以偶尔平凡，而这些都不会减少我的价值，因为存在本身就是力量，而我终于愿意相信这件事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